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打开抖音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。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就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，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现在和你在一起，安全感越来越少，你给我的承诺也从来没有兑现过。你总是干一些没有意义的鸡毛蒜皮小事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现在跟你过日子，我觉得我就像个佣人一样，连孩子现在都开始使唤我了。那孩子喜欢的东西，我也不能不给他买啊。孩子还小，宠着点儿。而且我现在不是正在努力赚钱吗？怎么就不对了？给孩子买套学区房，说了多久了？你的钱从来都没有给我花过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赵先生，29岁，来自河北，司机；女嘉宾张女士，30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几年？结婚5年。结婚5年，现在越来越不满意他了，是吧？对。娃多大？大的就4周半，马上5周。那还有小的呢？对。小的多大？快2周了，都是男孩。带俩男孩，这当妈的真是辛苦的要命啊！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这5年来，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，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他做了些什么？喝完酒之后爱吹牛，他跟我弟弟打电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老弟儿啊，那回头那姐夫告诉你啊，姐夫给你提辆新车，你要出去在兜风你就开新车去，我让你特别有面子。”关键是你弟弟老是骚扰我，我不答应他的话，他每天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他给你打你就不接呗。我不接，他能把我的手机打到没电为止。那你吹完之后，他不是更打了吗？姐夫，我车啥时候提啊？我告诉他现在生意不好做，等一段时间生意好做了，马上给你买。司机是吧？对。你应该知道车价是吧？对。你准备给他买个什么车？10万左右的吧。真打算买啊？对。还吹？今儿没喝吧？没有啊，没喝就好。来，这是给你弟画大饼，还吹过什么牛？就是他承诺给我儿子就买那个学区房嘛。什么情况下？就是也是喝完了之后呗。啊，咋说的？他就说：“我告诉你媳妇儿啊，就你担心咱儿子学区房那个，那都不是事儿啊。我告诉你，这咱买学区房那都分分钟的事儿。这是你给我承诺的吧？现在不是正在努力吗？不为买学区房还每天这么的工作吗？倒是买呀你。那儿子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，这你挣钱，你这些事儿可以等。那儿子上1年级不能等啊。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行，挺可爱。那你就说你喝完酒之后你误了多少事儿吧？前2天你知道吧，主持人，就是每天就凌晨4、5点钟，我这个胃就特别疼，然后疼的我在床上我都动弹不了。就看病呗。对呀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咱们第2天就去看医生，他也答应我了。然后就头一天晚上，他就朋友跟他打电话，他就去喝酒。然后他去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要不然你别去了，你去了你再把持不住，你再喝多了耽误事儿。他就答应我挺好的，放心吧。他说我知道明天去给你看病，我误不了事儿，我到那少喝点就行。结果那你说你喝成什么样了？你喝的回来，你躺床上你就动不了。第2天早晨，你说我那胃疼，叫你我也叫不醒你啊。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吧，头疼脑热的，应该自己拿点药，啥事没有了。那什么样的是大事，什么样是小事啊？
有些大病，那不都是从哎呀，小病开始的吗？你跟他说什么大病小病，他心里就没你嘛。就这事儿说完之后，你还说什么病啊？对，我宁可喝酒也不陪你看病嘛，那就是酒排在你前面嘛。他不是跑车的吗？你出车，你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出去一块跑车？你要带其他的异性出去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一块儿去，你一个这事儿，小孩小，你是为理由你不去吗？是，我是去不了，孩子确实是小。那你可以找一个男性呀，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性呢？因为男性，你得给人家开工资啊。啊，为啥女的不开工资？因为我拉的他家的货啊，我们是合伙吧。他有货，我有车。半夜你喝完酒，你给他发信息，你怎么说的呀？啊，你说我告诉你啊，回来咱俩提辆新车，那新车舒服。对呀，提新车咱的效益不就更好了吗？拉的装的货不就更多了吗？收入不就更高了吗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跟这女的说呢？我们就是合伙人呗。哦，你们俩是合伙人了都。我的车他有货源啊，我俩合伙把人家的货买断。买断，谁出钱买？我俩合伙买，买了以后再拉到河南再卖。怎么分钱呢？一家一半呗。那不对呀，你出了车，刨去我的车，他什么都没干，刨去我的，他凭什么分一半？刨去我的运费以后，利润一家一半。那他也不对呀，他也亏了呀，他要跟你去跑啊，他也没多挣钱啊。因为我有车啊，我开他坐。那他为什么坐着干嘛呢？我自己去，他不放心呐。哦，他怕什么呢？他怕我骗他。哦呀呀，你看看这两个人防的哈，挺有意思。你知道他们俩是合伙人吗？当然知道，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伙人，他俩就是生活上也是合伙人。就你说你俩去河南，你俩那是去送货去了吗？你俩旅游去了吧你？那叫遛弯好吗？您从哪儿溜到哪儿？当天在河南卸完车以后，第一天没装上货，我们定的明天回石家庄的货。当天下午没事干，我俩就去附近公园里溜达了一圈。只溜达了吗？对呀。那谁信呢？那一男一女的只溜达？我去的也不是宾馆，也不是酒店，只是一个公园里边，怎么了？公园里边不挺正常吗？白天遛弯，那晚上呢？晚上你俩不在车上过夜吗？但是我们晚上也不停车啊，一直在路上啊，在高速上啊。那你看着了吧，主持人？这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就是妻子对于先生不放心嘛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然后就他半夜给女人发信息那个，我说跟我婆婆讲一讲，我寻思让他妈妈劝劝他吧。那你猜他妈妈怎么说？他妈妈说，那他只是跟他一个朋友，就是他俩正常聊天啊，那也没有干些什么事儿啊。是啊，我们就是正常聊天啊，也没有聊一些别的话题啊，一切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啊。就你这样的，你说你喝酒，我让你母亲说你母亲也向着你。因为我喝酒是释放压力嘛，压力太大了，想散散心儿嘛。你想散心，你自己在家，你说你带着我跟孩子出去玩散心呀？你为什么要出去喝酒？喝完了之后，你又是吹牛又是画大饼的，你还跟我爸妈跟你爸妈一起，咱们拉了一个腾讯会议，你怎么说的？哎，我正式通知你们4个人啊！我今天我尤其是你们老两口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要你闺女了，立马把你闺女给我带走啊！她要是走了，我今天我不能超过24小时，我不能让她空床。你是这样说的吧你？我不是喝多了吗？第二天不是道歉了吗？不是，你跟别人喝多了，为什么都是咱们买新车呀？为啥你跟老婆一喝多了就是要离婚呢？因为有一次吧，我在外边和朋友喝酒，他一进门，拽我就走，弄得我多没面子。就你这些事儿，有时候我想想，我为了孩子我都忍了。哟，那你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主持人对于孩子教育问题上面，就跟孩子们就买一个破积木就花3000多块钱。那你说你有这个钱，咱留着给孩子买学区房，那多好啊！他那玩具质量好啊，小孩每天抱着你不放心吗？在马路边去买一个，你能放心吗？啊，还在朋友圈里还吹牛，哎，看我儿子，我给我儿子买积木，花了3000多块钱。就你每天你把我当佣人，就导致儿子也把我当佣人。就是他有时候他弄那个玩具嘛，散了一地，我就说儿子，我说你把这个捡起来，你要不玩一起就放整理箱嘛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是锻炼孩子的一个自己动手的一个能力。我儿子就怎么说，妈妈这些家务都是你做，爸爸不都说了吗？你都应该在家收拾家务。你说你把我当佣人，那儿子也把我当佣人。我出去赚钱，你在家做点家务，不是挺正常的事吗？家是2个人的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。对呀，
对啊，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做家务呢？因为我出去赚钱，一个人赚钱，一个人做家务，不是正好吗？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如果行情好的话，能挣到1.4万4、5；行情不好的话，挣1.1万2。钱都交给你吗？交给，就是因为我俩就为教育孩子老是闹矛盾，后来他就提出了，他说让他妈妈过来，就是跟我们一块儿带孩子，觉得毕竟老人家比我们经验肯定要多嘛。后来我就想，那也行，多一个人给咱照顾孩子是吧？我还轻松一些呢，这不就让他妈妈来了吗？平常给孩子就是做饭、做辅食什么的。我就特意就是嘱咐他，我说你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1周之内不能吃盐，不能放盐，你就别给孩子放盐了。那你妈妈还就故意给孩子加点盐，就还怎么说呀？啊，那孩子不吃盐没力气，缺钾怎么样？他说我们那时候谁不吃盐呢？包括就是有一次，就因为他妈妈上厕所了，回来之后没洗手，他要抱孩子。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你去把手洗洗，你再抱孩子。他就跟我急眼了。那你说你跟我吵，你还给我动手了，是不是？在老家不是都那样吗？我妈妈把我养这么大，我看她养着我挺好啊。但是那些年代跟现在这个育儿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关键他岁数大了，他就是那个理念啊。关键他没有文化。那我就是让他讲一点卫生，我又没有让他干别的呀。那你说你还跟我吵架，最后你还跟我动手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些时候，这孩子是需要赢在起点的，起点我觉得很重要。哎呀，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，这害了多少妈妈呀！你离开他能生活吗？要是没有孩子的话，我离开他，我觉得可以。可是现在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离开他能生活吗？能生活啊，能生活，能生活就走啊。但是我舍不得孩子呀。把孩子带着一起走啊。要是我闺女带走还好，这不儿子吗？那就留给他呗。留给他，我自己舍不得。舍不得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就这男人身上，你没有一点是看得上的吗？他妈不懂事儿，对吧？帮你照顾孩子，搭不了手还添乱，对吧？他妈不懂事儿，不给学区房让你孩子去上，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老公不懂事儿，那你要这个婚姻干嘛？他把2个孩子带走行不？不行啊。为啥不行？反正你不管。因为那是我家的啊。咋就是你家的呢？因为他叫我叫爸爸，那人家还管他叫妈妈呢。所以你怕不怕他把你的2个孩子带跑了？怕啊，怕。你把这事儿想清楚。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，特别想问，他有那么多的毛病，你最介意的他是什么毛病？你看啊，对孩子娇惯，对吧？不给孩子买学区房，那你觉得他的工作努力吗？还好吧。还好。那你最不满意他是什么？是喝酒呢，还是女合伙人呢，还是给孩子乱花钱呢，还是没有处理好你跟你婆婆之间的关系，没给你孩子弄个学区房呢？你最介意的是什么？我最介意的是这个学区房。你看看，忘记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了，最后把婚姻全部变成了房子和票子，这能幸福吗？我想知道他一天跑完车回来之后，你觉得他累吗？我有时候他跑的长途吧，有时候觉得挺累的，有时候跑个短途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呀。没有什么。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他带娃也挺轻松的？对。没有什么是吧？对。好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们不愿意看到别人在一段关系当中的付出，我们忽略了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，而不是其他的东西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波红兄，这位丈夫，嘴巴头头是道，可生活一地鸡毛。天下没有一个妻子不讨厌有一个酒鬼丈夫的，因为他担心的喝醉了酒，喝碎了家。赵川老师刚才入木三分，一语中的，你们双方确实在这个婚姻当中少了一点对对方的关心和关怀。你不关心他，他也不关心你。恕我直言，你们2个人的婚姻岌岌可危，只不过2个人都没有意识到。等到哪一天
你承受不了了，你也承受不了，你们这个家说散就散的，没有感情的基础，没有温暖的基础，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很简单，能不能双方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量，能不能两个人为这个家庭我们想到一块？如果想不到一块，可能这个婚姻你们也处不到一块。谢谢，谢谢波红兄，谢谢了。曲总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都面对现实。为什么喝酒啊？逃避现实啊！一句话，哎呀，喝酒，哎呀，我喝多了，我说的话不对，我做的事儿也不对，其实都可以逃避喽。你不想面对现实，我问问你，今天没喝酒吧？没有，有钱给七弟买车吗？没有，有钱买学区房吗？以你现在这个生意，买了学区房倒是能买，买了都没有做生意的钱了。真敢能跟他离婚吗？24小时就能找到一个啊？有吗？没有，吹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酒能戒吗？能戒。当真正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体验到生活的不易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去真正的去想解决它。要想逃避，要自己有一时的快乐，这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后面的问题一点儿也没有少。你能逃避问题，但你绝对逃避不了后果。能戒酒吗？能，必须戒。生活都不易，你不是活在酒里，活在梦里，你要活在现实里。女生啊，结婚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那就别那么高的期望了。什么学区房啊，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。什么样的日子，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就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这才踏踏实实的，坚持努力的把生活过好。一样，我们不需要有学区房，我们不需要有好的车子，我们只需要两个人在一起能有好的日子，孩子就有好的学习的条件，陪伴沟通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就这样吧。谢谢曲总。严老师，两位男老师都特别淡定哈，我怎么听得特别生气呢？他打老婆哎，你们没有人提啊？他喝多了也跟你在一起，不是所有的孩子一定爸妈全会都在身边就能健康成长。你们这个家庭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对孩子才是一种伤害。他们所习得的、继承的也是，男人就可以打老婆，就可以在那儿喝酒不回家，我们赚钱的；女人就应该在家被骂、被婆婆看不上，在家就得趴地上干活，那才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。他们将来就和你一样，是一个别人看不上的笑话。所以，如果你不去改变，不去尊重你的妻子，不去好好的陪伴你的孩子，不仅你糟糕，你的后代也好不了。我自己的错误，我要为这个家付出的多一点。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你每次都是这样说，但是你一点都没有改变。这次这不是经过老师们的指导，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过去吧，你说。谢谢两位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京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做个预测吧，博红兄。双出。好，曲总。肯定是双出，因为女生的确现在能力还不够，她走也走不了。双出。双出，我也希望男士能再不动手，好好爱老婆和孩子，多陪伴。女士也要觉醒，知道自己不应该是这样忍辱负重的全职太太。是。我相信他们肯定双出，即便是在看电视的很多人，很多女性也会跟他的选择一样会出来。来吧，看看他们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各位请看。我明明不想回农村住，你非要我和你一起生活，在那里处处都排挤我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农村生活多好啊，不比大城市轻松吗？农村生活多安逸，你不听，你非要去，而且咱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保障。你只要一喝起酒来，就没有我和孩子什么事儿了。你总是不管不顾，我还要帮你看店，家是2个人的，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。现在孩子根本管不了，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。店里忙里忙外的多辛苦，
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，不需要你帮忙搭把手吗？孩子的管教你不也有责任吗？为什么总要怪我？你现在总是打着出去应酬的幌子出去，一走就是夜不归宿。你的身边总有陌生女人和你勾肩搭背。你工作这么长时间，1分钱都没拿过来，反而现在还要花我的。我的身边根本没有陌生女人，而且我们就是普通同学，也没有别的关系。更何况我现在努力转行做工程，给这个家努力赚钱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吴先生45岁，来自吉林自由职业；女嘉宾潘女士43岁，来自吉林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少年？20年了。20年了。今儿您要来的对吧？对，就看一下我们以后的婚姻有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。哟，这个婚姻这么岌岌可危啊！几个孩子呀？1个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了？18。考完大学了？没有，今年高2。说说怎么了？从我俩结婚以后吧，就是一直在农村里生活，就跟他父母在一块儿。这时间长了吧，肯定是会有一些矛盾。就是从生活起居方面吧，他父母天天早上4、5点钟就起床了，然后我们也不能睡懒觉。要是睡懒觉呢，他父母就会觉得我比较懒。还有就是在饮食习惯上，我个人的口味呢，就是比较喜欢吃辣的。然后他父母要是做好饭，我要是放点辣椒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他们就认为我比较矫情，就嫌他们做饭不好吃。在农村，那农村肯定是你种地啊什么的，你不得早起点吗？你要是那睡到晌午头子再起来再干活，那好了，那什么东西都收不回来了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那你说老人，你们当时怎么认识的？我们2个是经人介绍的然后呢，以前呢也在城市里边打工，打了几年。就是过去你们是在城市里打工的是吗？对，经别人介绍，因为相爱，结婚之后回到了农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然后你又说在农村生活不习惯。对。后来就这么20多年都在农村生活吗？20年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这不是说是刚结完婚嘛，刚结完婚一段时间，然后有小孩了，然后也是时间长了，这个矛盾日益就激化了。我就不想在农村生活了，因为我感觉我俩的能力就是在城里的话，也会有一份不错的生活，不错的收入。另外呢，就是主要是说为了孩。明白了，就是对这次的这个中毒的事件，其实心里是有点过不去嘛。确实是过不去，因为啥呢？我就是孩子，就是我的命，我最主要的就是孩子，别的话都可以容忍，所以你就把我就不可能容忍。你一句话已经把你们这个婚姻一脚已经踢碎了，因为孩子是你的命嘛，他可有可无嘛。说心里话，那个主持人老师，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吧，我就不怎么同意，因为之前呢在外边打拼了几年，然后呢城市当中这节奏吧就太快了，给我的感觉呢就压力比较大。然后后来呢就是结婚之后在农村呢，我认为农村其实也挺好的，而且呢也能跟父母在一起，也能说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我也能完成我的这个责任，把养我的人和我养的人都带好。但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吧，确实是说，因为就是机械也不怎么发达，而且在农村呢也只能说从这个种地这个角度来谋出路，确实说挣相对来是少一些。后来呢，在他的这个坚持下呢，我们也到那个就是城市当中去发展了。这不去了吗？对呀，去了是，这不是不情不愿的吗？对。他要是说负责任一点，他要是在外边挣钱，他要不是说是跟我俩生气，他也不至于成天喝酒，也不至于发生孩子碳中毒的这个事儿。好，原来是这么归因的啊，这个逻辑就跑通了。他是给孩子造成了以后有一定的影响，因为会造成记忆力减退。减退了吗？
肯定有影响啊，要不然的话医生不可能说这句话呀。我每周我得带孩子去医院做一次检查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发展，我还得给孩子买这个药买那个药的。这是你的焦虑还是大夫让你干的？大夫说有可能会造成孩子大夫就说了一句有可能，您就开始过不去了是吧？对，那不是孩子病了，那是您病了。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现在孩子学的不好或者什么成绩不好的话，就怪你这件事儿吧？那肯定是。肯定啊，他就总是牢骚嘛。行，这事儿我们放在这儿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就说了，说他主要负责给外边挣钱，我负责给家带孩子，但是结果就跟预想中的是一样的。这个刚到城市里的时候，因为刚去嘛，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路。后来呢我发现就是在那个夜市出摊摆个小烧烤摊，投资成本还小，因为毕竟烧烤摊得是晚上出嘛，都夜市嘛，晚上出。他就天天说我懒了。你要是说好好挣钱，我也不能说啥。那你说你天天出摊的时候，他朋友一来，他就跟他朋友去喝酒去，然后这个摊他也不管了。那你说搞餐饮的，那你说不得靠朋友捧场？你没捧场，没人吃饭，那怎么挣钱呢？那朋友来了，我能不陪吗？那你摊你不就不管了吗？那我就得带着孩子，我过来给他看摊。你说孩子那么小，天又那么冷，完了这烟熏火燎的，你说给孩子还得了一个鼻炎。他跟朋友喝酒，他喝多了之后呢，还跟那个顾客大吵大嚷的。完了这个时间长了，我就发现啥呢？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也跟他一样，就是跟我俩说话也是大吵大嚷的。烧烤摊就干不下去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后来经过我同学的那个介绍呢，就是我跟同学在一起搞那个建筑，就在工地上包一些小活，外墙保温呐，还有什么涂料啊，还有一些粉刷类的这个工程。他说是做建筑方面的，其实是他是有一个名正言顺出去跟朋友喝酒的这个理由的。我和孩子在家，他是不管不问。是你出去跟朋友跑工程了，那你和谁出去跑工程去了？你跟谁合伙了？和我同学嘛。你说你跟哪个同学？其实就是一个女同学，她就总是拿这个就说事儿，说我们俩成天就出去吃喝什么的了。那你说同学帮忙，那同学都是好朋友吗？就是跟那个那工程都得一起去谈，你在一起合作，那你能说让一个人去吗？不得两个人吗？跟你那个女同学出双入对，勾肩搭背的。你看，你就是他总是这么认为，那你一起出去谈个工程，那不很正常？出去吃饭什么的了。之前吧是白天见不着人影，他说他出去干活去了。现在呢是晚上的也见不着人影，然后晚上说出去跟朋友应酬了。这次挣上钱了吗？没拿回钱。挣钱是挣钱，但是什么呢？因为干工程这个东西吧，你得把钱，你这次挣来的，然后我还得投入到下面，得买一些机械了，还有什么而且现在有的时候吧，不是就这些年下来有没有挣到钱嘛？挣着了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您不就要挣钱吗？他说他挣着了，但是他没拿回钱。家里这个我和孩子的费用都是我做兼职挣来的。我做了2份兼职，一个给人做代账会计，一个是做同城跑腿。他没给我拿回钱了，而且他有的时候他还得从我这拿钱。所以说这么多年，等于您打了2份工，养活着儿子和老公，是这意思吗？基本上是。没有那么不像他说那样，就是我确实是也挣着钱了，但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同学他的这个工程吧，就是需要这个拆迁，不是我不管你挣没挣着钱嘛，借给他一部分。每个月人家你儿俩的生活费有没有嘛？过日子的钱您有没有交给人家管嘛？那怎么呢也都没有呢？有时候那柴米油盐不也都得买吗？那不也都得花？那够吗？并不是说1分钱没有。那够吗？你交给我多少钱？那你说，那我到外边去，那工程做工程，那也不是说少来少去的钱。你也不来改善我和孩子的这个生活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说？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说他要是说真是给外边安安心心挣钱，他把钱拿回来，然后我也不是说出去做那么多兼职，至少我有时间来照顾孩子，孩子也不会至于到现在这样。我本身孩子现在怎么样啊？上一次开那个家长会。然后我去了，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了，说我家孩子现在逃课、早恋。但他早恋逃课，那你不会收拾他？你不会说他吗？我批评了孩子几句，你知道当时孩子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现在才来管我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当时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那心情都没法形容。我本来我出来到城里生活，我的主要目的吧是说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。结果到现在成这样了，你没有一点责任吗？其实我感觉他这些问题吧很好解决，还是我当初那想法，还继续回农村去。
没有必要在城里。你看城里压力太大了，而且现在农村生活条件也都好了，种地都机械化了，那非常安逸。这就是我俩之间主要矛盾。我说的问题，我俩从来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哎，那你们俩怎么坚持了20年？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坚持的呢？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吧。好像这个完整的家也没给孩子带来1分钱的好处啊，按您这说法，是吧？但是他至少有妈妈有爸爸。不是离了婚也有妈也有爸呀？那不一样。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哪儿不一样呢？至少是在孩子的认知，我感觉是不一样。但是孩子的认知不就还是这个认知吗？按您那个说法，就是所有的孩子要健康成长，必须有一个专人负责呀。那这个双职工的，家里面是异地的，那孩子都得坏成什么样了，是吧？这是您的说法吧？你看主持人这说法跟我看法就一样了嘛？那不一定非得2个人都要那个。没有，我们俩看法不一样啊。就怎么不一样呢？我们俩看法当然不一样了。你干嘛了？我就问你，这10几年你干嘛了？我在挣钱了呀。你挣的钱呢？我们俩的看法怎么样？你交了多少钱你就说嘛。压到工程款里，你交了多少钱你就说嘛。那你现在跟妻子说个实数嘛？你压工程款里多少钱？我没听说过这个。做什么工程说我收入都没有压到工程款里？每次出去喝酒谁花钱？肯定他花钱。谁花钱？谁花钱？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，反正大部分跟朋友在一起有钱，为什么不给儿子钱，不给老婆钱？这跟离婚有区别吗？你自己说的吧。过去白天还能见，现在白天晚上都不见。要钱钱没有，要人人没有。你这个跟离婚有区别吗？你这比离婚还糟糕哎。因为之前孩子说那个。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孩子不要拿孩子做挡箭牌。跟孩子有关系吗？孩子为什么逃课？妈妈，我想问问。就因为我俩总吵架。就因为你俩总吵架，你看你们俩要不在一起多好啊！你今天要来干嘛？你今天来不就一个声音，把钱给我交回来吗？我们还这么凑合着吗？你要真为孩子好，你还不能忍了吗？从你上台到现在，我没有听到一句你说他的好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核心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，夫妻已经20年了，你们藏着掖着了多少东西？你们自己心里想。妈妈就在拿孩子说事儿，孩子变成了一个跟丈夫博弈的一个核心工具，丈夫就不做任何作为，就开始逃，钱跑出去，情跑出去。你觉得你跟你合伙人的关系正常吗？正常吗？天天混在一起正常吗？毕竟在一起合作承包工程嘛。那肯定说是。所以要吃在一起吗？所以要应酬在一起吗？您就没时间去看孩子吗？2个人都只在说我需要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换个位替别人想，哪怕是一点儿。多自私啊！结婚20多年，夫妻感情这么寡淡吗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做丈夫的，为了当年被妻子逼迫进城，到现在还耿耿于怀，似乎不像一个男人。但我更多的看到，这位丈夫在为自己对这个家庭不负责任找借口。更恕我直言，你就是一个活在借口当中的男人。妻子当年不适合农村生活，想进城。我在想，这当中有观念上的城乡差异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。进城了，好好过，好好干，你做到了吗？孩子到今天18岁，逃学逃课做父亲的，你有责任吗？你很轻松的，我在外面赚钱，孩子归你教育，那要你的父亲干什么？我们对孩子的遗传不仅仅是血脉基因的遗传，还有后天的遗传。你对生活的态度，对家庭的态度，对孩子的态度，对他母亲的态度，孩子都看在眼里，都
就学在身上，所以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状态。当然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孩子到今天做母亲的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。我能感受到你对这一个孩子过度的呵护，过度的宠爱。你认为一切都是为孩子成长好吗？尤其是一个男孩，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让他去磨砺磨练，去放养。你做妈妈的做到了吗？你虽然很苦，做2份兼职，丈夫不给家里钱，你也在抚养着这个孩子，不容易，但方式错了。我今天得出的结论，你们2个人的婚姻是真正的名存实亡。再不要拿孩子说是为了孩子好，你们离婚可能对孩子更好，孩子会懂得成长，懂得独立自立，自己去面对生活，去面对这个社会。我建议你们2个人行好，离婚吧。谢谢包红兄。曲总，女生今天才想起来问说，这个婚姻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吗？我觉得太晚了，问得太晚了。因为自从孩子出了事儿之后，我认为你们之间就没有爱了，就是怨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你们就应该分开了，因为在这种环境下，才造就了孩子现在你所谓的一身的坏毛病。你知道孩子为什么逃课吗？这是因为你们现在家庭的秩序就是乱的，所以他在挑战社会的规则。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他不想按这个形式，因为他至于生长那环境就是乱的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，所以他在逃课呀。在这个家庭，这个孩子最先接触的这个社会规则里面，就是没有责任，谁都可以缺位，他找不着自己啊，他应该怎么去做，怎么像一个成人呢？他的榜样，男人的榜样就是他的父亲，他如何看待一个异性的话，就是他的母亲。父亲和母亲之间怎么对待，就是男女之间对待，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对他最初的一个教育萌芽。可你们怎么做的呀？一团糟啊！所以说，这样的家庭环境，这样的秩序，还不赶紧让他修正，或者赶紧分开吗？钱去哪里了？无论你们现在是否继续这段婚姻，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。我认为，当你把家里的钱给到外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不在乎这个家了，你就已经想过这个家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名称，就是一个回去睡觉的地方。只有这个傻女人才在等你啊！可是她等来是什么呀？不是你拿回的钱，不是你给到家里带，而是还给你钱呢。赶紧分开吧！这种家庭存在就是对爱情的一个亵渎。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严老师，我觉得其实你们俩没有必要来我们这儿，你们俩早就想清楚了呀。只不过是离婚前来我们这里想分账。妻子早就想好了不跟他过。你看儿子现在什么样？没从你回农村吗？你回得去吗？以您这个身材，您知道怎么种地吗？自动化机器多少钱？踩过价吗？没有吧？张口就来的，不就是一句我要回农村？当年就是因为你把我逼来城市，所以让我过得不好，成为了你这10几年的借口吗？不给他钱，这是他逼你来城市的借口。不管孩子也是同样的，我工作现在没赚钱，我也不会给你钱，通通都是你甩锅的借口。你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，你难道没有半点责任吗？先生博弈工具的母亲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付出的越多，对孩子的伤害越大。一个自己已经趴在地上的一个男性，你面对儿子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他呀？都是成年人，你们俩博弈把它放在桌面上嘛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嘛。您到底要什么呀？您一会儿真情60秒的时候，您把您要的东西说清楚，别再拿孩子说事儿了。您到底想怎样啊？您也说清楚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这些年吧，反正对你的这种期望我已经不奢望了，我放弃了。以后我会改正我自己自身的毛病，我会陪着孩子一起往前走。就这样吧。
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小心被骗，小心被骗，小心被骗。这个结局还真是有预测性，你觉得会怎样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丈夫会出来，妻子很果断，不会出来了。我也觉得男的会出来，女的不会出来，因为我觉得男的可能在外头被骗了，他那钱呀没了，他无家可归了。来，严老师，双不出。我也觉得双不出，他没有一点挽留举动，也没有一点觉得